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来台中东势旅行，第一站要造访大毛埔聚落。据说大毛埔聚落是中台湾保存最完整的客家聚落。那我就从大毛埔东华国中的枫树伯公这里出发，走往大毛埔聚落。这是枫树伯公，又称三板桥伯公。庙后方有一棵老枫树。 这是枫香老树，东华国中，这里是我有回忆的地方。我现在走往大毛埔聚落，东关路5段。 这是东势往古关的公路，大毛埔。这里有 U-Bike 租车站。前面这里就进入大毛埔聚落了。这边有导览图，大毛埔客家聚落。哇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有土地公庙、水圳。 还有南栅门、小栅门，还有护城河，还有5营兵将，分别坐落在聚落的东西南北面。对面的小庙就是北营兵将。这是护庄的5营神兵。 的北营，哦，旁边2亭这边有老照片，前面那边有土地公庙，这是大毛埔的老照片。这是护城河，伯公庙。 这是今天遇见的第2间伯公庙。伯公庙前面有颗大石头，还有榕树。这应该是石母。哦，这里有导览简介。土地公、土地婆及石头。 这个字应该是念“哀”吧，是母亲的意思，所以石头哀就指石母的意思。石母是客家的特殊信仰，就是小孩子比较难养的时候，可以认石母作为契母，就是干妈的意思，这样可以庇佑孩子平安长大。这一棵是正榕。 老榕树也是台中市受保护树木。对面的巷子就进入大毛埔聚落，不过我从更前面的巷子那边进入，那边算是主要的入口。 红绿灯这里左转庆东街，东市区庆东社区，这里是庆东里，这是我现在的位置，西栅门，就从庆东街走到大毛埔聚落的信仰中心太清宫三山国王庙。 那待会就随意的逛逛聚落的一些巷弄。这是大毛埔的西隘门、西栅门，现在已经消失了。还有护城河、水圳。大毛埔建庄于清道光2年，1822年。
因为这里已经非常毗邻泰雅族的传统领域，所以当时整个聚落的设计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，以三山国王庙为中心，四周布置了5营神兵，那有护城河，有各式的栅门，以防止泰雅族人的侵入。大毛埔聚落，这里是台湾中部保存最完整的客家聚落。我算是第2次造访，不过上一次是43年前了，民国70年，所以已经没有什么，应该说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。不过是有记得这条巷道进来是非常的狭窄，现在还是一样。这里是护城河。现在变成人行道了。当年的护城河宽约3公尺。青东街走到底，就是三山国王庙。这里有一栋红砖楼房。太兴宫、三山国王庙，哇，不知道这栋建筑以前是什么用途，蛮有规模的。43年前，当时我20岁，在大2升大3的暑假，那时候参加台大社工团，来到东势的大毛埔做社区服务。大约是7天的时间，我们在东华国中办夏令营。那我们当时就住宿在东华国中的教室里面。那晚上的话，就在大毛埔这边做家户访问，做一些社会调查。那我记得，大概是我们离去的前1天晚上，有在三山国王庙前面的广场这边办晚会，有表演活动。时间过得很快。43年过去了，当年在东华国中那1个礼拜教导的学生，今年应该都大约57或58岁了。纵使相逢应不识。太兴宫，这匾呢是咸丰丙辰6年，1856年。太兴宫是从咸丰元年开始兴建。然后在咸丰6年的时候完工，是大毛埔聚落的信仰中心。庙里面有老照片。后殿是碧教堂。供奉关圣帝君，兴建于1906年。当年从新竹飞凤山戴劝堂奉迎关圣帝君的香火，来到东势太兴宫。我现在走往碧教堂的后方，那边有一棵龙神老榕树。龙神老榕树，龙神老榕树，这是后来新建的龙神拜亭。客家人在建立聚落的时候，有寻龙建庄的原则。建庄以后，会将山的龙脉引到住家的后方，以祈求龙神保佑。我现在是从三山国王庙旁边这边进入巷道，逛逛大毛埔聚落。我喜欢这样的老街聚落，我就随意走走，因为不可能每一条巷弄都走过，也不可能走得很有效率的路线。很多老房子都改建了。
我还少讲话好了。哦，这里有一座五营神兵，这是西营大将军。大毛埔圳，这是道光2年客家人建庄之后，就开始兴建这条水圳。我已经走到2巷了，这是桃子树，那边有叶子的是水梨。刚问本地的居民才知道。哦，随意绕绕，竟然巧遇南营神兵。王爷宫的小庙子。这里曾经是大毛埔的南栅门。这个是大毛埔的。我已经分别走访了北营、西营、南营，那现在走往东营。我回到庆东街了。那现在走庆城4巷，从这边走往东营。哦，这里也是不期而遇。啊，这是已经荒废的老房子。前面那里有导览解说，巷道传奇。大毛埔以庆东街为主轴，左右各有5条对称的巷道。南巷道的设计为直，北巷道为弯。直直的巷道是可以望见敌人从远处袭来，而弯曲的巷道是便于防御敌人。这里是小栅门遗址。今天蛮顺利的，没有特别的早，很顺利的遇到3个栅门遗址。那接下来就继续前往东营，东营就在前面。这是五营神兵的东营，就在庆城1巷巷口这里。接下来我要造访庄下老伯公，旁边这里还有大毛埔建庄的地理风水。牛眠穴，这大毛埔乌脊山，所以客家人是寻龙建庄。大致看了一下，我今天错过的是石水坑伯公庙，还有另外一边的皮头伯公庙。那我现在在造访老伯公庙，然后就绕回东华国中枫树伯公。今天没有造访到2间伯公庙，就随缘了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不会强求说一定要一网打尽所有的景点，就随遇而安。现在去造访下庄老伯公。嗨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从这条巷子进来看看，庄下老伯公。这是大毛埔最有规模的一间伯公庙。我要离开下庄老伯公庙了。左侧这里就是东华国中的校园。从这条巷子走出去，就回到枫香伯公庙。枫香伯公，大毛埔聚落
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小村散步。那今天最大的感想当然是岁月的感怀。不过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其实很难直接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想。正所谓是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那我今天的大毛埔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东势大毛埔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